飞机延误了5个钟头，您是不是只能坐在候机厅的硬椅子上干着急？最后航空公司塞给您一个冷掉的面包或者一碗泡面，您就觉得这事儿过去了，心里还想着航空公司也算有点良心，好歹管了顿饭。赵雪要告诉您，您这可是吃大亏了，亏得干干净净。就在您旁边的登机口，一样的延误，有人却揣着2000块甚至更多的现金赔偿，高高兴兴去机场餐厅吃牛排了。为什么差这么多？就因为人家懂得那3句专业的话，而您只会乖乖的等。今天我这个有10几年经验的空中服务员，就要把这行里没人明说的秘密告诉您，10个人里有9个，就是因为太老实，眼巴巴的看着好几千块的赔偿金飞走了。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赵雪，欢迎来到颐养晚年。在这个频道，我专门用我这么多年在飞机上工作的见识，帮咱们中老年朋友避开出行路上的各种坑，分享最实在、最有用的好信息。如果您是头一回看到我的视频，觉得赵雪说的话在理，对您有帮助，请您一定在评论区留个言，顺手点个关注，这样咱们就能常常联系，我也能慢慢帮您把坐飞机花的钱用知识给赚回来。咱们闲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正事。好多朋友出门玩，或者飞去国外看看孩子，抱抱孙子，咱们这辈人啊，脾气都好，特别能体谅别人的难处，遇到飞机晚点，心里再急，大多也就是叹口气，掏出手哗啦哗啦等着广播叫。但是赵雪德提醒您，咱们的善良有时候会被航空公司当成是好欺负，他们就是赌咱们不懂里面的门道，怕麻烦，所以能不赔钱就不赔，能少赔一点是一点。今天我就把这一整套怎么索赔的步骤和该怎么说怎么问掰开了揉碎了教给您。首先啊，咱们得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延误航空公司才必须得给咱们赔钱呢？您记住了，延误说白了就分2种，一种叫天灾，一种叫人祸。要是碰到狂风暴雨，台风来了，或者是漫天大雾，飞机实在没法降落，这叫天气原因，属于老天爷不帮忙，航空公司为了安全不起飞，这个是不用赔现金的。这时候咱们去吵去闹，确实没道理，也不管用。可要是外面明明是大晴天，太阳晒得人发晕，或者只是飘着毛毛雨，飞机却迟迟不动，那您就得多个心眼了，这很可能就是人祸，也就是航空公司自己出了问题。什么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呢？比方说飞机突然坏了要修，这叫机械故障。再比方说机组的空姐、飞行员工作时间超了，得换一班人来，这叫公司调配。只要是这些属于航空公司自己原因造成的时间比较长的延误，您就有权利理直气壮的去要赔偿。那么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当广播里通知说飞机要晚点时，您千万别只是坐在那儿心里发慌，也别光会追着问啥时候能飞呀，您得站起来走到值机柜台前面，或者找个工作人员，有礼貌但是态度很明确的说出这3句专业的话。第一句专业话叫做请给我开一份延误证明，这是您所有索赔动作的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证据。您得跟工作人员说，麻烦您给我开一张延误证明，而且请一定在证明上写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延误的。这一步可太重要了，因为航空公司的人有时候为了省事，怕担责任，嘴上可能随口跟您说是天气原因，但白纸黑字开证明的时候，他们一般不敢乱写。如果明明是飞机坏了，他写成天气原因，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只要您坚持要开证明，并且要求写明具体原因，他们心里就明白了，这位乘客是懂行的，不好糊弄。如果证明上真写着机械故障或者公司调配，那赵雪先恭喜您，您这索赔的路已经走通一大半了。而且这张小小的延误证明用处可大了去了，它不仅能找航空公司赔钱，还能找保险公司赔钱。咱们很多朋友买机票都喜欢用信用卡付账，对不对？很多信用卡都悄悄附送了一份旅游不便险，只要飞机延误超过了4个小时，您拿着这张证明去找发卡的银行，保险公司多半也能赔您一笔钱，有时有好几千块呢。这笔钱啊，好多人都不知道能领，就这么白白放过了。第二句专业话叫做请问有没有现金补偿。大家注意，我强调的是现金补偿，不是什么代金券，也不是往您账户里塞点积分里程。当您确定了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导致延误，而且时间拖得比较长，比如超过了4个钟头，您可以直接向工作人员询问，请问根据你们公司的规定，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提供现金补偿？
很多时候，航空公司可能会先提供餐食或者一张价值几十元的贵宾休息室券、咖啡券等，希望以此解决此事。如果您随手接受了，他们可能认为您已同意这个方案，之后本应获得的大额现金补偿就可能无法争取了。因此，您需要明确表示，我不需要咖啡券，想了解现金补偿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尤其是如果您乘坐的是国际长途航班，特别是飞往欧洲的航线，相关补偿金额可能会出乎您的意料。根据欧盟一项名为261条款的规定，只要是从欧盟境内的机场起飞，或者您搭乘的是欧盟航空公司的航班，出现延误超过3小时的情况，最高可以获得600欧元的补偿，换算成人民币，金额可达数千元。赵雪就亲眼见过一位从巴黎飞回来的阿姨，飞机延误了5个多小时，航空公司发了三明治，她也就吃了，结果旁边一个小伙子坚持去填了索赔表，最后拿回来2万多。阿姨后来知道了，后悔的直拍大腿。所以敢不敢开口问现金，这2个字就是咱们维护自己权益的底气。第3句专业话叫做，请问现在延误的情况是不是该安排食宿了？如果延误时间实在太长，比如正好卡在饭点，或者要耽误一整个晚上，您千万别自己硬扛，在机场冰冷的椅子上凑合，那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您要去问工作人员，请问现在的延误时间是不是已经达到公司安排食宿的标准了？如果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原因导致需要过夜，他们必须免费给您安排附近的宾馆住下，并且要有车接送您来回机场。您要是不问，他们很可能就装不知道，让您在机场大厅的椅子上坐一宿。咱们上了年纪，骨头脆，在那种硬椅子上蜷一晚上，着了凉，回去非得病一场不可。所以，这个要求安排食宿的权利，咱们一定要主动去争取。好了，这3句最核心的话讲完了，赵雪还得再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教几招实用的应对技巧。因为机场现场往往乱哄哄的，工作人员可能很忙，或者想推脱，态度不一定都好，咱们得学会怎么跟他们有效的打交道。头一招叫做不要单打独斗，在机场想要说法，人多就是力量大。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问，人家可能3言2语就把您敷衍回来了。您可以看看四周有没有面善的年轻人，或者跟您一样着急的旅客，大伙儿联合起来，一起到柜台前去问。您可以说，咱们都是同一班飞机的，一起去问问到底怎么安排。人一多，航空公司的压力就大了，往往就会派出经理级别的人来处理，这时候咱们谈赔偿，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第2招叫做悄悄留下证据。现在咱们的手机都有录音、录像功能，当您去询问延误原因的时候，可以不动声色地把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您可以很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啊同志，我年纪大了怕记性不好，我录个音，请您再说一遍，咱们这飞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延误，大概要等多久呢？通常工作人员一看到您在录音，说话就会谨慎很多，不敢随口胡说天气原因了，因为这段录音以后要是作为投诉证据，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就是科技给咱们带来的便利。第3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叫做心平气和沟通，避免冲动争执。我们这代人素质都很高，但有时候一着急，音量可能不自觉会提高。需要告诉您的是，在机场情绪激动，大声喧哗是最无效也最不恰当的做法。机场都配有安保人员，如果您情绪过于激动，可能会被认定为影响公共秩序，那样不仅可能无法获得任何补偿，还可能被带离现场进行处理，甚至被航空公司记录，对日后购票出行造成不便。我们应当做到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说话音量适中，但表达要清晰明确。我们只需依据航空公司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平和理性地进行沟通。这种冷静讲理的态度，反而会让工作人员更加重视，认真处理您的情况。接下来，重点的讲一下信用卡保险，这个许多人不太了解的额外保障。很多朋友虽然觉得向航空公司争取补偿比较困难，但可能不知道，您支付机票所用的信用卡，或许能提供一份有力的支持。您回家后，可以仔细查看一下购买机票时使用的那张信用卡，属于哪家银行，是什么类型的卡片。
目前，绝大多数信用卡都提供一项增值服务，当您使用该卡支付一定比例，例如80%以上的旅游费用，或全额支付机票款时，银行通常会免费附赠一份旅行不便险。这份保险非常实用，通常只要航班延误达到规定时间，例如4小时以上，无论航空公司最终是否给予赔偿，保险公司都可能根据条款支付一笔补偿金。补偿方式可能是按您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进行报销，或是直接支付一笔固定金额。具体来说，比如因为延误错过了正常用餐时间，您在机场餐厅消费了500元，只要保留好发票，保险公司通常可以予以报销，甚至一些高级别的信用卡服务更为便捷。一旦发生符合条款的延误，无论您是否有消费，都会直接向您的账户支付一笔定额补偿，金额可能达到数千元。但是要顺利获得这笔补偿，有2个关键要求必须满足。第一，必须持有航空公司开具的官方延误证明，也就是之前提醒您首先要去获取的文件，没有这份证明，保险公司通常无法受理。第二，您需要妥善保管所有相关凭证，包括登机牌、行程单以及在延误期间产生的消费票据等。所以，万一遇到航班延误，先别着急，可以回想一下是用哪张信用卡购买的机票，并及时联系发卡银行咨询详情，说不定您还能因此获得一些补偿，让您在机场更加从容地安排等待时间。还有一种情况，朋友们也可能偶尔遇到，叫做航班超售。意思是飞机的座位数量是固定的，但航空公司售出的机票数量可能略多于实际座位数。他们预计通常会有旅客临时改签或未能登机，但如果所有旅客都按计划到达，那么多出来的旅客就无法搭乘原定航班，这被称为被拒绝登机。如果您恰好遇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前来沟通说，非常抱歉，本次航班座位已满，您是否可以改成下一航班？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升舱服务或给予一定的补偿。这时，请不要立即答应，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契机。如果是由于航空公司自身超售导致您无法登机，相关补偿标准通常是比较明确的，有时核算下来的金额可能超过您机票本身的价格。您可以平和地与他们沟通，我的时间安排或许可以调整，但您提出的补偿方案，我觉得还有商量的空间，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些现金补偿，或者提供一张未来可用的机票优惠。通常，为了尽快妥善解决问题，他们可能会给出更优厚的条件，有时获得的补偿足以覆盖您后续出行的部分费用。所以，万一遇上超售，请保持镇定，耐心协商，争取合理的权益。说了这么多，这里为您准备了一个简明的3步参考流程，您记住这个大致步骤就可以。的一步，飞机一旦通知延误，首先前往服务柜台，向他们索要一份书面延误证明。第二步，在获取证明或询问原因时，留意实际情况。如果外界天气状况良好，而对方告知是天气原因导致延误，您可以礼貌但坚定地表示，对这个原因我有些疑问，希望能与值班经理进一步确认。第3步，回家后将机票、登机牌、延误证明以及在机场产生的所有消费票据整理好，可以请家人协助拨打您所用信用卡背面的客服电话，咨询保险公司关于理赔的具体流程和所需材料。您只要把握好这3个主要步骤，基本就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常见的误区，那就是自行操作改签。有时看到手机 APP 显示航班延误，有的朋友可能因为着急或担心耽误行程，自行在软件上点击了改签或退票。这个操作需要谨慎，因为一旦您自行完成了退改签操作，在航空公司的系统记录中，这通常被视为旅客自愿变更行程。自愿进行改签，通常表示您主动放弃了就原航班延误情况提出补偿的权利，同时退票也可能产生手续费。因此，除非航空公司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发布航班取消通知，或由服务柜台工作人员为您办理改签手续，否则建议不要自行通过手机操作退票或改签，最好等待航空公司的统一安排。我们出行都希望平安顺利，但旅程顺利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忽略自身应享的权益。我们不会去争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法律法规赋予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当积极了解并合理维护。航空运输企业作为服务提供方，有自身的运营规范，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应当了解相关的旅客权益。
想一想，通过合理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所获得的补偿，无论是用于家庭欢聚，还是丰富个人生活，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轻易放弃呢？所以，下次如果您再遇到航班延误，请不要只是被动等待。调整好心情，从容地走到服务台，用平和而清晰的语言进行沟通。您会发现，工作人员会更为积极地为您处理问题，这就是了解信息所带来的底气。最后，衷心祝愿所有朋友出行旅途都能顺顺利利，航班准点。最好用不上今天分享的这些沟通技巧，但俗话说有备无患，将这些知识记在心里，万一遇到情况，也能从容得体的应对。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恳请您为这个视频点个赞，您的支持非常重要。也请您将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特别是那些经常乘坐飞机出行或需往返照料家人的老友们，不妨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多一人知晓，就多一人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让我们都成为明智、愉快的旅行者。我是赵雪，在颐养晚年频道真诚地祝福每一位观众朋友，愿您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利，每一次旅程都充满愉悦。如果真的万一遇到了延误，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交流，妥善维护权益，保持好心情，让等待的时间也能平和度过。我们下期再见。